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6省市全面限电，湘浙赣鲁豫京这个冬天确实冷那么我现在讲的不是个完整的情况，因为这是我能掌握的情况。那么还有如果其他的省市如果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请网友给我爆料那么我们也一并加进去报告给大家。那么现在这个限电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么国家发改委17号就今天做出了回应，他这么说，他说近期湖南、江西出现电力供应偏紧局面，实施有序用电，他不说限电，他说有序用电。中共就是这样子，喜欢这个偷换这种词汇让大家对这个内容有误解那么浙江也出现了一些有序用电的现象。他说，受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多地出现低温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12月以来全国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目前这些地区居民生活用电未受影响，全国电力供应能力总体充足，能够保障用电平稳。后面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那么当然他没有讲真话他也没有讲全面的情况，他只是在掩盖问题的真相如果你拿全国平均的数来说，那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们当初讲这个社保的问题社保进2亿4出2亿2，我没有问题你讲统计全国的数据没有用，因为各个省是不一样的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全国已经有6到7个省市也是省级市，比如说天津是和省一样的，它是直辖市，都已经公开实施这个限电措施。限电措施通常要保障居民用电所以限电通常是限谁？限工厂那么最严重的2个省，第一个就是湖南，第二个就是浙江这2个省基本上是非常的严重。那么湖南省它的叫迎风度冬有序用电应急预案他是这么说，他说今年入冬早，降温快电力负荷快速攀升，全省最大负荷已经达到3093万度上升了3093万千瓦，然后增长了14%，电力供应紧张这是它的理由。那么它有序用电是怎么个有序？其实就是限电。限电基本上工厂一天只能用5个半小时的电，然后优先保障居民和学校、医院重点企业，其他就不保障的然后限制行政单位和景观用电，路灯半开路灯半开是什么意思？就是只开一半的路灯隔着开周末党政机关办公楼电力用电关闭然后就是全部关闭这个全省城市景观照明用灯照明就是这样。所以湖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是全省统一实施浙江呢，浙江的情况就比较紧急浙江的情况紧急是它是从基本上现在限电，如果说中央不知道那是不对的，限电基本上是从12月15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为什么是这样？我后面讲为什么这样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浙江大部分的工厂都已经收到政府的紧急通知从12号、13号都有，也有14号，一直到31号限电限电就是限制时段、限制类型那么主要受影响的、最突出受影响的3个城市，一个是温州，一个是义乌，一个是金华，这3个城市
出口订单特别多，因为今年很多订单都跑到中国去，那么这3个城市小商品非常的集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全力开工啊，全力开工，用电也很高啊，所以两头一挤，浙江省缺电非常严重。但是浙江省缺电严重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因为其实以前都够电，为什么现在不够电？有其他的原因啊，我们分析啊，我们先讲情况。江西也很严重啊，江西11月初就已经开始实施限电啊，叫2020年迎风度冬工作方案啊，那么然后就是主要出现问题的是叫什么釜山山区啊，庐山周边九江修水，然后是鄱阳湖平原南昌抚州周边井冈山山区啊，萍乡宜春吉林吉安啊，那么这些地方啊都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要求就是压缩不合理用电啊，路灯隔展供电，控制景观照明，量化工程用电啊，然后就是保障居民用电，但是企业用电要控制啊，就是它的控制是怎么控制？叫每日早晚高峰期实施可中断负荷啊，就是共产党最喜欢玩这个东西。什么叫可中断负荷？就是把你的电停掉，就叫可中断负荷啊。就我觉得共产党玩这个东西非常无聊啊。比如说失业，它就叫下岗啊，它就是要偷换一下概念啊。然后是山东啊，山东是12月15号，全省有序用电啊，全省有序用电，差不多各个省的有序用电限电的方案基本上差不多啊，抄来抄去啊，就是主要限制谁？主要限制工厂用电啊，工业用电受到限制。那工业用电受到限制，你可以看一下12月份的工业的情况会很差啊，因为这么多地方在限电啊。然后就是河南，还有一个是河南，还有一个是天津，你还有一个地方你想都想不到，什么地方？内蒙是个产煤大省，它也缺电啊。它的原因是什么？系统供应不足。系统为什么供应不足？它有这么多的煤，它怎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乌兰察啊，乌兰察它居然说它要限电啊，这个非常的可笑啊，原因是电厂的问题啊。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题目？原因是我发现我在跟进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限电的情况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啊，因为之前讲的只是浙江跟湖南，后来一查发现有更大范围的限电啊，然后我们就研究到底为什么要会限电，就是说这个动力煤是个因素啊，动力煤中间有一个短暂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市场的空隙啊，就是说中国制裁澳洲煤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大概是半个月到1个月之间的这个动力煤不足的情况，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当然，这个原因其实不是澳洲煤，仅仅是澳洲煤的问题，澳洲煤是这件事情的催化剂。其实整个情况，整个中国的煤炭进口今年就不正常啊，不正常。我们讲数据啊，还是数据说话。11月份进口煤炭是1167万吨，中国一年进口煤炭多少？中国一年进口煤炭3亿吨啊，3亿吨。那么有人说啊，中国其实是个煤炭产煤大国等等讲一堆，所以中国没有煤炭问题，这都是胡扯。大家知道中国原有是自己产的这些煤都有去处的，为什么要进口3亿吨煤？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些品种是不够的，比如说动力煤啊，这个动力煤是不够的，所以呢，进口动力煤每年是要进口3亿吨，但是今年进口了多少？1到11月份进口了2.6亿吨，比往年下降了
10%，10%是少在哪里？少在这个澳洲煤炭啊。那么11月份是1167万吨，环比上个月减少了206万吨啊，同比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多少？43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其实中国从7月份开始，就是煤炭进口就开始大幅下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港口的煤炭很多，存货太多。原因在哪里？原因是1到2月份中国进口了多少煤炭？1到2月份中国进口了6800万吨煤，疯吧，非常疯狂啊！为什么？因为去年年底就没怎么进煤，去年的11月份只进了，去年的12月份只进了277吨煤，所以使得全部挪到哪里？全部挪到1、2月份进，1、2月份就狂进啊。那么3月份2700万吨，3月份3095万吨。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在1季度发生了疫情，你一口气进了这么多煤进来，整个的需求下降，造成了煤炭的积压。于是呢，煤炭的继续积压到哪个月份呢？到了7、8月份的时候，赶紧减，8月份就减到多少？7月份减了20%， 8月份减了37%， 9月份减了38%， 10月份减了46%。就是说，当它开始消化库存的时候，嘁哧咔哧就大概用了4、5个月的时间去消化库存，减库存，这库存量太大啊。好，到了11月份，第一口气就跌到多少？跌到了1300万吨。11月份跌到了1100万吨。这个时候是从哪儿减出来的？其实从10月份就开始不让澳洲煤进口，不让澳洲煤进口的话，这下跌的速度就加速下跌，加速下跌，正好大家的煤用光了，然后你就在这个时候把澳洲煤给掐断，这就是中间出现这个空缺的原因啊，就是年初疫情发生，然后煤积压，因为发电量少了，然后到了年中开始去库存去的差不多的时候，给澳洲煤来一刀，把自己给憋死了，这个是根本的原因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中间发生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这个缺煤的情况。你可以看啊，差不多都是从12月中开始限电，12月中开始限电的原因是12月初煤就用的差不多了，没什么煤了，开始预警了，一预警可不得了，赶紧限电，这个程序是这么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澳洲煤对澳洲煤的制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是傻瓜干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疫情影响很大，所以其实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我们想象的大，而且它冲击的广度和深度都非常的深啊。那么疫情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疫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疫情期间大面积的企业停工停产，然后这个居民呢也不外出活动，电力需求下降啊，一季度电力需求和消费和供应双双下滑8%啊，中东部地区用电量下跌10%以上啊，全国用电量下降6.5%。疫情冲击用电量最大的省份是哪些呢？浙江15.8%，江苏13.2%，广东10.4%，
河南11.4%啊。那么整个的电力产业啊，整个的电力行业，它的产业链分成3个环节，第一个是发电啊，第二个是电网，第三个是售电，是卖电啊，装电表卖电啊。那么它的产业链就是发电、电网、卖电啊、售电。那么由于这个工厂停工或者是这个延期复工啊，线下实体关门啊，发电和电网啊，就他们的收入就急剧下跌啊，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那么发电需求下降，直接冲击的是谁？直接冲击是地方政府的小火电啊，地方政府的小发电厂。各地呢，以前呢，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电力不足，那么政府啊，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鼓励大家盖电厂，所以呢，就有一些地方政府盖的那个规模比装机容量比较小的电厂，通常是火电啊，我们叫小火电，解决当地电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小火电。那么中国有5大电厂啊，5大这个电力公司啊，5大电力公司包括什么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电力投资集团，5大电厂。这5大电厂，他们建的都是大型的发电厂，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市场，他们的主要的干的事情就是把各个省、各个地方、各个市的这种小规模的电厂给它灭掉，灭掉是跟他买电啊，这就是央企，央企就想灭地方的这些小电厂。那么小电厂呢，地方政府不愿意关，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它不能完全受这个央企的控制，它还是手上还得握着一点自己的这种资源啊，因为发电能力是一种资源，地方政府并不太愿意。好，这次疫情一来，首先冲击的就是小电厂，小电厂没办法停下来，有些呢干脆中央政府呢，当然帮自己的亲儿子就是央企，所以一搞环保就关这个地方的小火电，一搞这个落后产能，就天天就讲这个地方小火电是落后产能、污染大户等等，反正就用各种理由去压制地方的小火电。这一场疫情一来，需求没有了，小火电成本高，效益没那么好，它是生意这个一没有需求，它就亏损，亏损怎么办？那么有些省呢，就顺势就把它给关了，这是一个原因。疫情一来就把它给关了。它关了以后呢，等疫情来了以后呢，疫情过去了，或者是开始慢慢恢复的时候呢，那么本来应该你既然我小火电关了，你这个国家的这些大的这个发电公司给我多供电，它又没有，它产能又没有恢复，因为整体的经济其实是没有恢复的，所以今年的这个火电项目上的很少，投产的电厂它需要很长的投资周期，不是说你说电，但是你关就关得很快，这就是为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浙江为什么这个缺电的情况非常严重的原因是什么？2个原因。第一，浙江关掉的那个小火电，疫情恢复到现在，它没有一家恢复的，它全部就关掉，直接就关掉了，就没有开始重新发电。那你里外里一下，这是第一头。另外一头，浙江这些外贸企业非常发达，中国接订单都跑到浙江去，浙江、广东这些接订单接的是最多的。那你想一下，企业全力在开工，特别是年底的时候，企业在干，特别是那中小企业，做外贸的中小企业全面在开工。同时，它本来原来1亿度电，它小火电一关，剩下8000万，
比原来还少。找这个大型的这个五大它也没有办法给你多供电，原因很简单，它能供多点，它也就是它的一些冗余啊，它又没有新的项目投产，所以它没办法给你一下子增加很多供应，这两头一挤就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浙江电网里面原来疫情期间停产的所有的电厂都没有再恢复运行，那你想一下，所以浙江尤其缺电。浙江不是买不起煤的问题，浙江有钱买煤，就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网友提出来说啊，我们这里限电，我就觉得很奇怪，这还有买不起，浙江还会买不起煤吗？那不可能啊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呢，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售电。售电企业就是卖电的企业，卖电企业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力公司，很多电力公司其实不发电，它也没有电网，电网只有一个，南方电网跟北方电网，电网也是中央政府的。那么你看到的很多地方叫什么电力公司，其实它既不发电也没有电网，它只是卖电啊，装个电表，把线接过来，把电卖给你。这些售电公司在疫情当中倒了很多啊，一个是小火电倒了很多，一个是售电公司倒了很多，因为售电公司它更没有抵抗能力，只有那些什么呢？背靠的电网或者背靠的发电厂的这些售电公司就没问题，因为它本身是有上下游关系，所以它能把它养住。但是没有这些的很多这些售电公司就倒闭了，售电公司倒闭也会影响电力供应，就是你整个产业链不完整啊。那么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跟什么有关系？跟煤价有关系啊。那么11月份煤炭价格飙升啊，那么11月23号，动力煤期货啊，那么8个交易日是23号开始涨，涨到12月2号8个交易日涨了15%。那么郑州煤的期货最高飙升到694啊，695元啊，那么最高触及到699的这个涨停板的位置，反正总之就是600多，不到700。秦皇岛啊，秦皇岛是中国最大的进口煤的这个港口啊，550大卡的动力煤现货报价是643。煤炭价格，特别是动力550的这个大卡的这个煤炭价格，常年的价格是500到570，它现在变到了640啊，超过了640，这是22年来的新高。那么大体上的价格就来到640这个水平。煤炭价格飙升的后果是什么？的后果就是很多地方政府没有钱买煤炭了。为什么？我原来准备了200万去买煤，把今年冬天的煤买完，我今年冬天这个煤就搞定了。结果你价格一涨，我买不到那么多煤了，我只能买到这个月底，怎么办？只能限电。这是什么？这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河南一些北方城市遇到的问题。它既不是没有煤炭的问题，它也不是这个买不到煤的问题，就是没有路径的问题。北方很多，你想一下，秦皇岛这些地方都不算特别远，远的是像河南像湖南、江西这地方就路途就很远。它不是买不到，是买得到，是没钱。为什么？地方财政非常困难，本来就揭不开锅，凑齐了这个买煤的钱，结果你煤炭一涨价，我买不够了，买不够，我只能买到什么时候？我买到这个月底，那你怎么办？1月份怎么办？不过了吗？不是的，那它只能限电。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大体上是这个情况。那么现在最让人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它是在12月初的时候
一发现，哎呦，这不是中间加了一下嘛，被澳洲媒搞了一下嘛，搞了一下怎么办？赶紧，其实发改委他们已经给月初已经给各大电厂发了什么呢？紧急批了2000万吨进口煤的指标，但是就是不能进澳洲煤，你是哪儿的煤都可以进，不能进澳洲煤。那么这些电厂就赶紧拿着指标去进煤，因为煤炭进口指标都用完了，用完了以后，你这个它为什么会用完？就是因为它一看今年疫情这么差，煤炭指标就减少一点，他的想法是这样啊。那么减少就用完了，用完了就现在赶紧紧急批了2000万吨，2000万吨需要多长时间？半个月到1个月，这就是为什么它限电要限到12月31号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在中国的周边的这个港口停了50艘澳洲的运煤船，不让进，不让清关。就是中国大地有这么多的人，由于限电受到影响，不管有5亿美元的这个煤炭在中国的港口外飘了1个月，中国愣是不让进啊，找各种理由，你这煤炭质量有问题，我退货，各种原因啊，就是我就不进你的煤了，我原来订的煤我都不要了，罚款我也认，只能这样，政府规定啊。现在情况就是个这样的情况，港口有煤不要啊，然后国内限电，等更远的地方运煤过来，解决他们的这个电厂缺煤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电，这就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缺德，政府非常缺德。第二个问题，无能，既缺德又无能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一点都不困难，不是一个非常困难难以判断的问题，不是的。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阻止它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呢，就是发生。那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完全没有把中国的老百姓当人看，就动着就动着。你想一下，后果很严重的，特别是那些连供暖都有问题的城市，问题非常的严重啊。还有你不让别人用电，企业会倒闭的。你想一下，那些外贸企业，你不让他供电，你不供电给他，他怎么执行的合同？执行不了合同，他赔钱的。那这个厂子要倒闭的，那些工人要失业的。所以政府这些行为非常的缺德啊。好吧，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中国大面积限电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报告一下啊，也分析一下中间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后果是非常的严重。2个后果，第一个后果，12月份的经济数据会非常的难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的整个的经济运行，当然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也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啊，就有3个后果。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就是请大家尽量的点亮小铃铛啊，点亮小铃铛。如果我们有直播呢，你会得到通知。我们小铃铛点亮的人还是不够多，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即使点亮小铃铛也收不到通知的话，那请关注我们的推特号跟脸书号，这样的话我们每天会把这个在直播之前的5到10分钟会
会把直播的链接发到这个我的账号上，大家可以通过那个链接进入我们的直播，好吧？我们的直播还是非常有特色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进入互动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也看看大家有什么爆料，看看明谢 John Snow 谢谢，三根铜谢谢，阮光能谢谢，林 Takayama 谢谢啊。情况：山西省天然气出现频繁断气断供、停气断供现象，说明用量激增，超过了省公司的年度用气量。情况：浙江、湖南3度以下方可开启空调取暖设备，设置温度不得超过16度啊。情况：辽宁大连今年家里供暖比去年差很多，只有14度，而法定温度是16度。不要小看这2度，14度老人室内真的很冷，穿2件毛衣。OK。情绪：当初说只要修好三峡大坝，国内的电就用不完，这事儿记得真的。还说建好后居民用电每度8分钱，我家还捐过钱，说可以抵御1000年洪水，这些我都记得真的。共产党的话，你把共产党的话一连串的串起来看，你就知道这是个非常厚颜无耻的政党啊。情况：墙内的新闻宣传说是为了节能减排，还不要脸的说让工人早放假回家过年，就是这样。情况：义乌不仅空调不能用，本来就受疫情影响，很多厂年前赶工，现在做2停1，电梯不能用，有些直接停工。大晚上市区道路不开路灯，本来工作就做不完，单位晚上6点停电，不准加班，为了达到指标，全公司关电灯上班，结果这2天直接停电，不用上班了。对了，这2天大陆中国最火的新闻就是嫦娥奔月，然后取回样品我是觉得你有那个功夫跑到月球上去，先把这个电搞好行吗？先把这个疫苗搞好行吗？这都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事情，搞那些不管用的，真的是。情况：号称中国自主设计的华龙1号首堆福清5号机组11月下旬并网发电，但是12月15号消息发生事故自动停堆，年发电量500亿度的机组停止，是电荒雪上加霜。中国自主设计的核电首堆就发生了重大事故。OK， 没见他报道啊。情况：坐标北京，做家居行业，合作义乌的小家电供应商停电1周发不出货，耽误我们卖货，很多供应商撑不下去了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供应链是很重要的。中国你要知道，你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后面全部都会有影响啊。观点：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发生的一切，连苏联见了都会瞠目结舌。中共的电力全是李鹏家族掌管，现在有可能秘密的退让出来给包子的人了。限电、断电、阶梯式电价发生所有的这一切，让人想起当初李鹏建三峡说的，只要三峡建起了，全国老百姓的电价最多1分钱1度，这话当年让我如雷贯耳。观点：打压别人的龙虾和红酒，结果经济命脉之一被卡脖子了。那句话经常大家记得吗？一卡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啊！中共就是这个样子啊。情况：2014年，西方空间站拍摄了一张家喻户晓的照片，韩国的夜晚灯火通明，北韩的夜晚一片漆黑，但主体思想塔金日成金正日铜像和画像
一切与领袖有关，一切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将会彻夜长鸣，永不停电。可能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情绪与今天主题无关。我年租的蛋壳明天要和房东到司法所调解了。房东他儿子坐过3年牢，当着民警的面要把我们弄死，好心累啊！我一方面关心时事，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看不到希望。也不用太害怕他，坐了3年牢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支持你啊。广东话叫长居啊。情况说这个跟店无关的情况，北京蛋壳公寓受害者不能进故宫参观了，买票到门口被拦住，保安问是不是有租房纠纷哦，他已经上了这个征信了，凭什么上征信呢？情况老岳父北京手术至今3个月，因伤口发炎连续低烧，今天联系多家医院，北京医院被拒不接收，马上联想到这么冷的天，停电影响供暖，大量冻感冒，可咋办呢？提问：王老师，我是你的老乡，也是个江西人，作为曾经土共发家的根据地，江西近几年不仅跟沿海省份差距越来越大，在中部省份也处于下游，土共这个白眼狼，各种经济政策也都绕开江西。我们周围的同龄人有条件无一不是出国，或者是去其他发达省份。您认为江西的未来在哪里？会不会逐渐被东北化？谢谢。江西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非常，其实江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富饶的这个省份啊，但是这个中共治下，江西就是一个落后的省，一直是个落后的省，跟什么有关系？跟2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原因跟官员有关系，江西的官场非常的差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跟江西的这个区位有关系啊，那么它还是离沿海比较远一点啊，它又没有远到像西南那么远，所以它在中间啊，就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就是所有的政策都绕着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说江西的官场很差，就是江西官场的这种内斗非常激烈啊，江西官场的那种内斗就基本上没人干事情，所以为什么江西这么多年落后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是排第一的原因，跟官场是有关系。这个情况跟谁有点像？跟东北有点像，东北也是，东北的官场也是斗得一塌糊涂，没有人做事情。那么江西的未来在哪里？江西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啊？为什么？大家要知道，中共是一个，我经常讲，中共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啊。那么重商主义的政府，它是以什么呢？以成败论英雄。你这个省经济好，我就给你更多的资源，给你更多的政策。给你更多的政治地位，首先是给政治地位，你这个经济总量上去了，政治地位就上升了。当你政治地位上升了，你可以拿到更多的政策，拿到更多的这个资源，然后你就会更发展的更快。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从区域来说，这个区域的经济差距会越来越扩大，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中央政府本来应该做点事情啊，但是其实中央政府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那么所以沿海城市先富起来，那么它会永远比内陆富裕。那么只是富裕的程度差别有多大的问题，它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像江西这样的省，湘西啊、安徽啊。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天天窝里斗啊，没有时间去做事情，那么这个省就会慢慢的就会被甩在后面啊，甩在后面。
这个情况会改变，我首先要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官场，不改变官场，官场的风气不变，这个情况没办法变。情况昨天问老师有关西方年轻人为什么不怕死的问题，其实有内因。太太和我先后在法国被确诊为 COVID-19 阳性，有些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观点会不一样。但当自己拿到确诊单时，也不是说怕死，是担心万一自己有大问题，年幼的孩子怎么办？我昨天在等待检测结果时，和我的法国家庭医生也讨论了昨天的问题。他只是回复了一个单词：不负责任啊！这些不戴口罩集会和开派对的年轻人，对自己和别人都不负责任。现在希望能顺利能过个坎儿啊！希望你和你夫人能够平安度过啊，那么尽快的康复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心怀善念啊，我们总是能够克服我们的困难，我们总是要心怀希望，好吗？我们大家也都支持你，鼓励你，好吗？啊，观点，现在是掐别人的脖子，自己翻白眼。OK， 情况，我想这次国内很多限电的情况，可能还和去年煤改气有关。过去2年，北方的煤改气已经把人弄得鸡飞狗跳，正好遇上煤炭涨价，都是有因素的啊，都有这方面的因素。煤改气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煤改气吗？环保。环保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空气污染其实最严重还是华北地区啊。华北地区空气污染严重的原因是因为钢铁厂非常的集中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那么对北京来说影响很大，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工业污染，但是他们永远是从老百姓身上入手，就是这样，所以煤改气就推得很快啊。但是呢，他又没有做相应的配套，所以做正经事就千疮百孔啊。提问王婶能否讲讲国内万恶的征信系统？我理解西方国家对于比如欠债这种征信是可以在银行系统联网，但像中国这种征信已经关联到个人的方方面面，确实很无耻。征信系统，中国的征信系统严重侵犯了人权啊，那么严重侵犯了人权，而且严重违反了一个国家应有的社会秩序。为什么？因为征信是对一个人的权利的约束，就是剥夺他某一方面的权利，比如说剥夺你乘坐交通工具的权利，剥夺你住这个酒店的权利啊。但他剥夺这个权利之前，他没有法定程序啊，他没有法定程序。这件事情就是征信系统是谁的？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个按钮你就被限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低级无耻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用基本常识你就想一下，人民银行有什么权利，或者是个征信系统，它有什么权利去限制一个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权利？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程序。你做这个事情可以，但是你要有个程序，而且你要有个法律依据，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是个万恶的征信系统。就是说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2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暴力意识，这是第一点。第2点就是第一个反映它的暴力，它的无限大的权力，是它第一点。第2点就是中共那种革命党土匪的这种做事行为。你想一下，一个国家该怎么运行，你心里没点数吗？你拿征信这件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说明什么？说明就吹牛逼啊！什么国家治理，这是国家治理吗？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啊，一塌糊涂。情况，我姐姐义乌小工厂停电，买了几台本田发电机，可是维持照明，连空调压缩机都带不动。
机器只能开启一半。我姐姐说这个月工资发了就放假，明年也不想干，吃一两年老本再说，反正不赚钱，反而白白给政府交税。观点：限制工厂用电太愚蠢，这不是逼着企业主逃离中国吗？本来就大量外迁的企业又要加速更快，这个冬天格外冷，非常正确啊。现象：坐标山西太原，山西今年整合7大煤炭企业组成巨无霸国企晋能集团，总资产上万亿，号称世界第3大煤企，然而负债也近万亿啊。之前河南永煤集团债务违约后，金融企业叫停发债，现在晋能集团部分员工已经欠薪1个月。讽刺的是，晋能主要是产动力煤，现在南方缺煤，煤炭价格上涨，卖煤回流资金很多直接被银行收走，还债，本息还本付息啊，工人反而没办法发工资。地方政府喜欢干这种事情啊，就是把几个国企拢在一起，然后再抢一些私企来，变成一个巨无霸。巨无霸更死得快，为什么？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巨无霸死得更快了。当你变成巨无霸之后，里面的企业其实它本来是个体，很多小个体它挣扎生存，所以它去挣钱生存。当它变成巨无霸的时候，它就吃大锅饭了啊！那吃大锅饭的时候，大家都看别人碗里的，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死得快，一死一个大啊！情况：12月15号，长沙多区拉闸限电现象，正常生活秩序受严重影响。有市民说，因为写字楼停电，需要爬20-30层楼上班。打卡东京，我现在住的公寓是14年建的，现在墙外0度，房子朝北的房间可以终年维持19到20度左右。来日本才知道，原来房子可以做到如此保温，房价也远远比上海类似的地段房价低很多啊。情况：西药已经被限了，提醒大家买点常备药。过完春节想买西药，就满大街慢慢找吧。OK。情况：前2天给儿子讲，我小时候春节晚饭的时刻，总会分片区间歇性停电，还豪言壮语的说现在不会了。没想到现在又可以体会了，回到80年代末的感觉啊。情况：我爸跟我说，现在我家当地政府已经定了国药35万支疫苗，准备明年初接种，数据没公布，批文还没下来就进货，中共真的是不负责任，还说全国要首批接种1亿国产疫苗，真的令人担忧啊。疫苗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等这个叫什么辉瑞疫苗吧为什么？BioNTech 他们读是 BioNTech 的疫苗吧为什么？至少这个疫苗经过 FDA 的检验是没问题的我们还是相信 FDA 多一点，好吗？美国 FDA 情况：12月12号上午，国家发改委召集10家电力企业召开座谈会，研究当前煤炭供需情况，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会要求电力企业煤炭采购价格不得超过640元每吨，若超过，需单独报告发改委。发改委对煤源进行调研，目前重点电库存量8600万吨左右，要求各集团内部电厂相互调节煤炭库存，减少市场高价煤采购。电厂进口煤全面放开，不得限制通关开始放了吗？今天几号？17号，12号说放。除澳洲煤全部放开
如果除澳洲没放开有什么用呢？你想想是不是？问题，王老师什么时候讲讲钟南山的铜像？铜像呢，一般来说帮人立像啊，立像通常是人死了才立像，不会除了老毛这个情况啊，一般人是不会给活着的人建铜像。那么钟南山既然建了铜像，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啊？那我们关心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嘛Stephen 谢谢邓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